经过高强度的13节课以后呢，我们终于到了课程的最后一讲。你可能听说过杨振宁先生说的一句话，叫 "The party is over"， 盛宴已过。他的本意是说，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萌芽期、成长期、衰退期和死亡期。他说盛宴已过，当然不是指量子力学，而指的是对撞机高能物理，当时还引起了很多争论。但量子力学走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是不是也快盛宴已过，很难发现新的东西了呢？我们这一讲就来说说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量子力学的历史地位。量子力学是人类认知的一次升级，但这次升级跟之前颠覆了人们世界观的日心说、牛顿力学和进化论不一样。因为这次升级让人类见识到了知识大树的树根。在量子力学之前，人类的知识就像森林里的果子，这儿有一颗，那儿有一颗，彼此之间好像是独立的，并没有很强的关联。每次认知颠覆呢，也只是颠覆了一条树枝上的果子，其他问题都还需要另外解决。而且人类一直都没搞清楚这些果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更不知道还有多少果子没有摘。存在这些问题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自然科学原来的学科之间逻辑大体上是并列的，学校里的课程设置也是并列的。比如在19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科学家可能思考过这么几个问题：早期生命为什么会在水中诞生呢？为什么水的沸点比硫化氢、硒化氢高很多呢？为什么冰会浮在水面上呢？他们当时应该觉得这几个问题虽然都跟水有关，但一个是生物学问题，一个是化学问题，一个是物理学问题，答案就算有关系，肯定也不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答案是一样的。量子力学有个概念叫氢键，氢原子的氢，键盘的键。这3个问题全部是由氢键决定的。咱们一个一个看。先看生物问题。早期生命为什么会在水中诞生呢？因为水里的氢键特别多，多的形成了大规模网络，这就让水变得跟物流公司一样，传输某些离子的效率特别高。所以水更适合生物化学反应，生命当然就在水中诞生了。再看化学问题。了解化学知识的同学都知道，氧、硫、硒这3种元素是同一个族的，它们形成的化合物化学性质都应该差不多。那为什么水的沸点比硫化氢、硒化氢高很多呢？这是因为硫化氢、硒化氢的氢键比较少，只有水的氢键特别多。氢键会对水分子产生束缚力，水分子的氢键又特别多，导致它要是想从液态变成气态，就得吸收更多的热量才能挣脱束缚，水的沸点当然更高了。最后来看物理问题，为什么冰会浮在水面上呢？这还是因为氢键。氢键让冰的结构比水更松散，所以冰的密度比水小，就会浮在水面上了。你看，量子力学出现以后你追着一个科学问题，顺着树枝使劲往下爬，刨根问底，最终就会汇集到这个叫量子力学的树根上。所以学的量子力学的同学特别有学科优越感，容易看不起其他同学的专业。我以前就得过这毛病，所以我才叫 Sheldon。现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吧？不过从目前来看，这样的树根其实有2条，一条树根汇集了时间、空间和引力问题，它的名字叫广义相对论；另一条树根汇集了除此以外其他全部的果子，它就是量子力学。直到这一刻，人类才意识到，知识大树居然有树根。之前所有的果子都是从这儿来的，树根就像是一个原点，为我们划定了一个坐标系。从这一刻开始，所有的果子都在这个坐标系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反过来讲，目前看来，如果有一种知识，注意这个知识加引号，不能在这个坐标系里找到位置，那就说明这种知识就像物理学家泡利所说的那样 ，not even wrong， 连错误都算不上，不值得认真对待。从这个意义上说，量子力学的诞生是自生命诞生、智慧诞生和科学诞生以来，地球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看，
量子力学的过去可以说是非常辉煌，全是好消息。那它的未来呢？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量子力学的未来大有可为。如果沿着现在的这两个树根往下挖，总有一天我们会挖到两个树根合并的地方，也就是终极理论的所在。从目前的发展看，物理学家更相信量子力学会兼并广义相对论。比方说，你可能听说过一种大统一理论，叫弦论，琴弦的弦。这个理论就是把我们熟悉的世界是由粒子组成的，变成了世界是由振动的弦组成的。这其实就是对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做了一个简单的升级成了波弦二象性。为什么有的物理学家特别推崇这个升级呢？因为这样一来，它就能自动变成一个包含万有引力的理论。你看，未来的大统一理论应该首先是一种量子的理论。除了向下挖之外，量子力学还可以向上发展，用新的逻辑整合之前的学科。比如得到课程合成生物学的主理人李腾老师说，他们公司现在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修改基因，发明新的蛋白质。但他们的困难是，修改基因的结果很随机，因为修改基因之后，他们既不能预测会产生什么形状的蛋白质，也不能预测这个蛋白质会有什么功能。这就是因为量子力学的理论还没有来得及对分子生物学提供支持。我们现在只知道蛋白质的结构里面有氢键，但是我们不知道形成哪几个氢键以后蛋白质的结构最稳定，更不知道这个结构会跟哪些生物分子发生相互作用。如果量子力学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理论有突破了，分子生物学也会有进展。当然，量子力学的光明未来还不只包括温故知新，这棵大树上还可以长出新的枝头和果实，帮助我们发现全新的知识。比如科技新闻里面可能有一些你很陌生的名词，马约拉纳灵能膜、拓扑绝缘体、高温超导，这就是新枝头上的果实。说完了好消息，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尽管量子力学已经挖到了树根，但它能描述的物质份额只占宇宙全部能量的 5%， 还有 95% 等待我们去探索。另外那 95% 就是暗物质和暗能量。不过这种探索对科学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值得兴奋的事儿。接下来呢，我就来为你介绍4个科学家已经开展的探索。我个人预计这是4个即将成为现实的应用。这4个应用，一个是2019年国际上最热门的，一个是咱们中国人搞出来的最新成果，还有2个呢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最热门的是2019年10月 Google 的超导量子计算芯片。Google 宣称这是人类第一次让量子模拟机对特定问题的计算速度超过了经典计算机。芯片可以同时计算的数据量是计算机内存条的50万倍。不过我也得提醒你，这个芯片还只是个开始，它就相当于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能在天上飞1分钟了，证明人类真的能飞上天了。但它距离我们日常坐的喷气式大飞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咱们中国人做出来的最新成果是2019年3月，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制的铁基高温超导线圈。和之前的高温超导材料相比这个铁基线圈的价格更便宜，结构更结实，能耐受的磁场更强。那么这个技术有什么前景呢？比如说在医院和科研上要用的磁共振都是由超导线圈提供的磁场。磁共振的磁场越强，图像的分辨率就越高，这能看清楚更细的血管和更微小的神经连接。所以铁基线圈虽然还只是个实验上的进展，但我们仍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更多地方用到它。我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应用有2个，一个是量子雷达，一个是量子精密测量。量子雷达就是通过向雷达波中加入量子信息，让它能够分辨更微弱的信号，比如隐形战斗机反射的微弱雷达波。如果外国的隐形战斗机开进中国领空，用传统雷达是发现不了的，但是用量子雷达就能发现。所以量子雷达可能会为中国的领空增加一道盾牌。量子精密测量这个技术有点反直觉，它突破了经典统计误差的极限，利用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却能够让测量结果变得更加确定。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测量微弱的人体磁场。这就好比用 CT 虽然能看见人体内部的状态，但是有些病
它就是看不清楚，必须得靠磁共振成像。这个新技术啊，就像磁共振一样，会给医生打开一个监测人体状态的新窗口，成为现代医学手段的一个重要补充。不过啊，我专门去查了一下，现在网上有不少人打着量子的旗号卖一种叫做人体弱磁场测量仪的东西，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小盒子带回家。注意了啊，我说的可不是这种东西。最后啊，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学了这门课以后，请你开个脑洞，找一条给你印象最深的量子力学知识，想一想在未来它可以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欢迎分享你的脑洞给我。自从量子力学诞生以来，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啊提高了270倍，美国的人均 GDP 也提高了大约10倍。对于这样的增长，各行各业的人当然都有功劳，但如果用李政道先生的比喻来说的话，他们的功劳就相当于在不断建设新的水产品市场，把鱼卖出去赚钱。而量子力学的作用呢，就相当于水，是用来养鱼的。如果没有量子力学的水，任你市场建设的再多再好，总有一天会饱和，到时候就没有更多的鱼可卖了。虽然每一种学科都有发展规律，量子力学也不可能逃过这个规律，但是至少现在量子力学盛宴正酣，在未来量子力学的发展一定会进一步改变世界。欢迎你来到量子的世界。